歡迎來到深夜故事屋，我是香菜。我喜歡聽故事，也愛說故事，希望我說的故事你也喜歡。你們相信算命嗎？有的人遇到不如意的事就想找命理師化解，有的人每年請命理師排流年，看看能不能趨吉避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算命這件事，認為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他們認為所謂的命理師絕大多數都是神棍。今天的故事就是有關改命。至於改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妨聽一下接下來的故事吧。改命。齊老師坐在一輛老舊的區間火車上，車窗外的風景一段一段往後退，像是被一頁頁不停翻過的書頁。那天的天氣不算好，陰陰的像是要下雨，卻又忍着不下。齊老師靠着窗，手裡握着一個保溫壺，裡面裝着他前一晚泡好的高山冷泡茶。他的眼神望向遠方，但不專注在景色上，反倒是像在感受着什麼。或許是感受當下不停變換的景致，也或許是感受在景物流動的當下他自己內心的鏡像吧。齊老師是個命理師，60歲出頭，頭髮花白，常常穿着普通的 polo 衫或是運動排汗衫，沒有招牌，沒有門面。熟人知道他懂命理，但不熟的人多半只會覺得他就是個普通的退休阿伯。齊老師自己也從不解釋，他一直相信一件事：順着走，該來的自然會來，不是你的強求不來。那天的相遇也是一樣，阿翔是在中途上火車的。他上車的時候有點狼狽，鞋子沾着泥巴，牛仔褲膝蓋有點破，背着一個看起來像是用了很久的背包。坐下來時，他先是四處張望了一下，像是在找人，又像只是習慣性的不安。最後他坐在齊老師斜对面。車廂裡很安靜，只有火車在鐵軌上運行規律的震動聲。過了幾分鐘，阿翔忽然苦笑了一聲，像是對自己說話，又像是故意不小心讓人聽見。唉，今天又白跑一趟。齊老師沒回應，只是轉頭看了他一眼。那一眼看得很慢很深，像是在看他身後某種一般人看不見的東西。阿翔被看得有點不自在，乾笑了一聲。不好意思，我有時候會自言自語。齊老師這才開口，聲音平淡：最近常這樣吧？阿翔愣了一下，你怎麼知道？齊老師沒有直接回答，只是把視線移回窗外，淡淡說了一句：你身上的氣很亂。後來的談話是阿翔自己打開的，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想象這位眼前看起來不是很起眼的阿伯說出這陣子的倒霉事，但阿翔有種感覺，這個人會聽我說話。他說他今年29歲，沒有固定工作，不是不想穩定，而是做什麼都不順。做過外送，車禍2次，經過工地，第1個月就被拖欠薪水。去餐廳打工，剛學會流程，店就倒了。甚至連跟朋友合夥賣東西，貨都還沒賣完，朋友就捲款跑了。你說我是不是帶賽？他苦笑，連我媽都說我命不好。齊老師靜靜聽着，沒有插話。阿翔越說越多，像是終於找到一個不會打斷他說話的人。他說自己雖然不聰明，也不能說是多善良的人，但絕對不壞，不偷不搶，朋友有事也會幫忙。可是事情總是在快要好轉的時候突然崩壞掉，就像是有人在月台推我一把，把我推到鐵軌上的那種感覺。這句話說出口的時候，齊老師的眉頭微微動了一下，那不是形容詞。在他的眼裡，阿翔的背後確實有一股沉甸甸的黏滯的氣，不是鬼，也不是什麼靈異附身，而更像是常年累積的陰鬱怨氣，加上一點點他不自覺養出來的壞習慣，懶散、拖延、抱怨，像是灰塵一樣一層一層堆上去。日子久了，人就會被這些東西包住，運自然就動不了。火車進站的時候，雨終於落了下來。兩人一起下車，站在火車站外的屋檐下。阿翔猶豫了一下，還是開口了：你是老師嗎？你剛剛說我氣很亂，你是不是懂這方面的？齊老師看了他一眼，那一眼有點像是在衡量什麼。過了幾秒，他才說：懂一點。阿翔立刻抓住機會：那你能不能幫我改命？這句話說得很急，像是已經想了很久，只是一直沒機會說出口。齊老師沒有立刻答應，他只是問了一句：你想改什麼？阿翔愣住了，改運氣啊。他說：讓我不要那麼倒霉。齊老師搖了搖頭，改命不是改運氣哦。
齊老師頓了一下，又補了一句：“至少不只是。這需要委託，你有確定嗎？”阿祥不解的又問：“委託是什麼？”齊老師淡淡的回答：“就是正式委託的意思。雖然我們有緣遇見，但如果不是當事人真心委託，命理老師是不能干涉當事人體驗人生劇本的權利，更不能隨意更改。你必須要包紅包，金額隨意，這就是委託。”阿祥肯定的點點頭：“沒問題，我確定要委託。老師，麻煩你了。”那天晚上，他們找了火車站附近一間老旅社入住。房間簡單，牆壁有點斑駁，窗外是濕漉漉的街道。齊老師讓阿祥坐在床邊，自己換上唐裝，在桌前點了一炷香。沒有華麗的法壇，也沒有複雜的器具，只有一張乾淨的白紙和黃色的符紙，一支毛筆，一碗清水，朱砂，還有神明印。阿祥有點失望，有一點不安。這樣就可以了嗎？齊老師沒有理他，他閉上眼，像是在想什麼。過了一會兒，他忽然開口，語氣變得有點不一樣：“你是不是常常答應別人卻做不到？”阿祥一愣。還有你賺到錢的時候花得很快，沒留底；遇到不順的時候，你第一個念頭就是怪運氣。每一句都說得很準。阿祥的臉色慢慢變了。我只是……他想解釋，卻說不出來。齊老師睜開眼看着他：“這些就是你的命。”接下來的改命並不神秘，卻足以讓阿祥記得一輩子。齊老師讓他寫下自己的名字、生辰，還有3件事。第一件是他做過自己也覺得不對的事情，第二件是他一直逃避的責任，第3件是他最想改掉卻一直改不掉的習慣。阿祥寫了很久，寫得很慢，寫到一半的時候手甚至有點抖。那張紙不只是字，而像是在把他過去幾年的混亂一點一點地攤開。寫完後，齊老師把紙折好放在箱前。另外，齊老師用朱砂筆在黃色的符紙上寫了看起來像是符咒的符號，邊寫邊小聲地說着像咒語的話。蓋上神明印之後，又低聲說了一段話，跟一般乩身說的天語不一樣，感覺不像是在對神明說，更像是說給另一種看不見的秩序聽。他自己知道錯了，也願意改，給他一條路走。然後他把紙和符咒的一角點燃，讓他們慢慢地化進碗裡的清水中。火光映照在2個人的臉上，肅靜卻安穩。儀式結束後，齊老師把那碗水遞給阿祥，對他說：“抿一口。”阿祥照做。水是冷的，帶着一點灰燼的味道，不好喝，但他還是吞了一小口。接下來的才是改命。齊老師說，那一晚齊老師講了很多，沒有什麼玄妙的術語，反而像是在講一些再普通不過的道理。你以為命是天給的，其實有一半是你自己養出來的。懶會養出窮命，怨會養出苦命，不守信用會養出沒人幫的命。你身上的那股濁氣是你自己一點一點的累積。阿祥低着頭，一句話都沒說。改命不是把壞運拿掉，齊老師繼續說，是讓你變成撐得住好運的人。他伸出手在桌上輕輕敲了一下。從明天開始，你做3件事。第一，答應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輕易答應。第二，賺到的每一筆錢至少都留1成下來，不管金額多少。第三，每天做一件你本來不想做但應該做的事。他看着阿祥，3個月不要停，如果停了，就當今天這些事都沒發生。阿祥剛剛經過超商買了紅包袋，把身上有的幾張100元鈔票裝進去，雙手遞給齊老師，仿佛是將自己堅定的意志傳達出去一樣。阿祥覺得好像真的有點不一樣了，雨在半夜停了。第2天早上，2人各自離開，沒有留下任何的聯絡方式。阿祥甚至不確定自己是不是遇到了一個真正的命理師，還是一個剛好說中他心事的老人。幾個月後，同一條鐵路，同一節車廂，齊老師再次坐在窗邊。這次天氣很好，有人走到他面前停了一下。老師。齊老師抬頭，是阿祥。他看起來不太一樣，衣服還是簡單，背包還是舊的，可是整個人乾淨了許多，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清爽感。怎麼樣？齊老師問。阿祥笑了，沒有變得很有錢啦，也沒有突然變順。他停了一下，可是好像沒那麼倒霉了。他說他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雖然薪水不高，但做得下去。以前會拖的事情，現在會硬着頭皮做完。朋友開始比較信任他，甚至有人會主動介紹工作機會。
有時候還是會卡卡啦，但不會像以前一樣一直有種往下掉的感覺。謝老師點了點頭，這就對了。火車再次啟動，窗外的景色依舊往後退。阿翔坐了一會兒，忽然問了一句：老師，你那天真的有幫我改命嗎？謝老師看着窗外笑了一下，那笑容意味深長。我有沒有改你的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開始改變了，不是嗎？故事結束。故事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覺得那不過是一場心理暗示，也有人可能會說那根本不是改命。但如果要齊老師說，他大概只會說，命這種東西本來就不是拿來改的，而是要拿來過的。你當下怎麼過，它未來就怎麼長。等你哪一天回頭看，才會發現，原來所謂的改命，不是哪個厲害的命理師改了你的命，而是你終於肯改變自己。謝謝大家收看這集的故事。如果喜歡我說的故事，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並分享給同樣愛聽故事的朋友們。另外，如果有想聽的題材，或是有自己親身的人生故事想分享，歡迎寫信給我，我整理過後會在這裡分享給大家。深夜故事屋，我們下次見。